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挥毫泼墨的老人，名字叫做范增，中国书画拍卖界的大家顶流啊。他现在的一幅中国画啊，动辄卖到几百万上千万啊。据说范增现在的身家有10个亿啊。范增老先生今年86岁啊，真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红袖添香夜读书啊。您看他正在挥毫泼墨的旁边站着一位妙龄女子，这位妙龄女子啊，名叫徐萌。是范增老先生啊的新婚燕尔的佳人。就在本月初啊，范增官宣说他第4次走进婚姻的殿堂。这位新婚的佳人名字就叫徐萌，就是站在旁边的这位徐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网民就炸了。你想想，这个我年80卿18，是吧？卿是佳人，我白发，中间隔着一花甲呀。范增86，这徐萌呢今年36，两个人差了50岁。这50岁啊，虽然没有打破当年杨振宁啊跟翁帆之间的54岁的中国纪录啊，但也不得了了。你想想，当年杨振宁和翁帆结婚的时候，那引起多大的震动啊！整个中国人的观念啊都被震荡洗涤了一番啊。但这一次，这50岁的年龄差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嘲讽啊。但我说这些人就是嫉妒，是吧？他就是嫉妒人家范增，人家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嘛。人家范增讲了，范增专门写了一个官宣的为什么要结婚的啊。他说啊，他的妻子啊，第3任妻子啊，南丽去世之后啊，他这个悲苦孤寂啊，结果呢就得了这个脑中风、脑出血，整个艺术生涯创作啊，陷入到了无以为继的境地，举步维艰的境地啊。幸亏来了这个一个徐萌，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焕发了艺术的第2青春。那你想想，人家范增是什么？人家范增那是至8大山人以来，就他自己评价啊，那是最了不起的中国画的大家了啊。那现在人家徐萌能够让这样的大家能够重新唤醒艺术创作的这个能量，那你想想，那于国于民于人范增自己，那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人家范增结婚不能说是人家就此贪图年轻女子的容貌，最重要的也是为祖国的这个书画艺术事业在奉献余热，给祖国贡献更多的这个精美的艺术作品嘛。我觉得这个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吧？更何况你看到了吗？这所有的搞艺术的人，那娶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那是有传统的。不管是那毕加索是吧，有2个固定的妻子，有5个固定的情人，是吧？年纪大了还越找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那中国画的那齐白石、张大千，那他不停的娶年轻漂亮的妻子啊，最后快断气儿的时候还在娶年轻漂亮的妻子呢。所以这些搞艺术的人，你不能单纯的从他娶年轻女孩子这个角度去评价他，是吧？这不很多人都讲了吗？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给他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嘛。你看人家这个徐萌啊，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去啊有个叫《汽车风云》的主持人。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常说的走灰不走白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在学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很多老司机可能都会告诉您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很多人纳闷这个黑白灰什么意思呀？不太明白。今儿徐萌就来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长得确实还是很好看的啊，给这个艺术大师范增所带来的创作灵感，那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啊，那也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属于中国的艺术文化传统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应该说无可厚非，是吧？这个虽然说很多人内心呢不平衡，但是我个人觉得范增人家无可厚非啊。但我今天呢想就这个话题讲讲范增的过往啊，因为范增这个人呢争议非常之大啊，艺术界的很多人呢就对他实际上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艺术造诣水平很差，同时这个人品也很差啊。但是呢，范增这几年的作品在艺术市场啊，确实拍卖的价格非常高。那到底这个范增这个人过往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呢？我们就讲一讲范增的故事啊。范增这个人呢是江苏的南通人啊，据说他自己讲他们家是一个诗书世家，先祖呢是北宋的大文豪范仲淹的后代啊。明朝洪武3年，即公元1370年。宋代名臣范仲淹的第10世孙范胜甫，自江西抚州迁到南通，开启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序幕。然后400余年来，每一代都有很多诗人文豪出现的。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是出生在好像1938年，然后出生之后4岁的时候就开始朗诵《岳阳楼记》就开始画画
13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南通的美协。那么1955年的时候呢，这个范增啊考进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读了2年之后呢，因为他当时小的时候他喜欢画画嘛，他说他自己啊就临摹的丰子恺的那些画啊，给他了非常大的那种启示啊，他非常喜欢，是吧？所以当时中央美院啊，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叫美术史系。这个时候呢，范增呢就给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啊写信，说他想去美术史系转学，因为他是南开大学的历史系的学生嘛。当年这个高校之间转系还是可以的啊。后来呢，这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呢就被范增的这封信打动了，就把他从南开转学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啊。结果他到了美术史系没几天，这美术史系也就搞斗争。当时1957年嘛，那个革命形势大家都知道啊，美术史系呢就完蛋了，关门了。于是呢，他就转到了中国画系。从此呢，范增啊在这里接触了很多中国画的大师啊。这当时的中国画系啊，那确确实实大师林立啊，李苦禅、李可染啊、吴永玉啊等等啊，这些人啊都是他的老师。那范增在这里头呢，就经过了好几年系统的学习啊，好像是这个艺术方面确实也有很大的造诣啊、成长啊。到了1962年，这个一转眼他就准备要毕业了。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个尤其是国画和这个油画系的学生啊，都是一样的啊。这中央美术学院每年在毕业的时候都要搞一个毕业的画展，这个毕业的画展非常之重要啊。就是你这一个学生在毕业画展过程中得到老师和社会是否的认可，基本上决定了你未来这个整个艺术生涯的一个起点有多高的问题。范增当时呢就非常想把他自己的画放到这个艺术画展里。这时候他画了一幅画，什么画呢？叫做《文姬归汉》。他为什么画《文姬归汉》呢？实际上范增有点小心思，因为当年啊，郭沫若啊是当时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也是教育部的部长，还是中国文联主席，还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那是红得发紫。1962年的时候啊，郭沫若啊正好写了《甲申300年记》，同时呢，他有一部话剧就叫《文姬归汉》，正在全国各地巡演。范增呢一看呢，就根据郭沫若写的这部话剧呢，画了一幅画，叫做《文姬归汉》。画完这幅《文姬归汉》之后呢，范增这个人有心思啊，他当时呢就打听这个郭沫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那郭沫若当时你想想，人家位高权重啊，一般人也找不着呢。郭沫若实际上是63年啊，他搬到了恭王府那个地方住啊，就宋庆龄搬走了之后，他搬到了恭王府。那62年的时候他住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啊。总而言之，人家范增是查来查去，终于查到了郭沫若他们家的地址。他拿这幅画，天天到郭沫若他家门口等着。终于有一天啊，等到了郭沫若，他就把这幅画献给了郭沫若，说啊，郭老啊，您写的这个《文姬归汉》这个话剧我非常欣赏啊，我们非常崇拜。我作为一个晚辈呢，画了一幅画，请您指正。郭沫若回家之后展开这画一看，非常喜欢。讲郭老不仅非常欣赏这画，还给提了首长诗。我作为少年来说，我也大喜过望啊，就跑到郭老家去。郭老正式见我了啊，他穿了个大睡衣啊，可能是午休以后不久啊出来呢，打开。我看上面提了啊这个48句长诗啊，汉家师同玉，四海繁兵马啊，这个千里不闻鸡，瘦多人卷稿。我梦先王舅，寄生琼楼下，相垂12年，相爱无余兆。就这样下去48句，我当时非常感动啊。我说这个，我非常谢谢郭老。郭老讲不，你呀以后有好话你再拿来，我再给你提。回到了学校之后呢，当时他们的系主任呢叫叶浅玉，叶圣陶的儿子啊。这叶浅玉非常之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范增这个人呢就是在投机取巧，他是想用郭沫若的这个名号来压中央美术学院。所以当时就决定不让范增这幅画参加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画展，这件事情是闹得沸沸扬扬啊。结果后来几经折冲啊，最后还是参加了画展，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必须把郭沫若的这个提拔这个48句的五言诗啊给遮住，
因为你郭沫若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你想想啊，文化部的部长，如果你要是提拔在一个美院的毕业生的这个作品上，那你想想对美院的压力多大呀？所以最后是把郭沫若的这些字给压住之后参加的画展。可见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确实还是蛮有风骨的，我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啊。不过这幅画后来还是被中央美术学院的自己的美术馆给收藏了。但由此呢，也引起了校方对范曾的不满。于是范曾当时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没有工作找不着工作，因为当年都是分配嘛，学校给你推荐分配的地方嘛。这时候范曾又想了一招，他就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写信。沈从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学大家，有人称之为他是近代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写过《边城》小说但是可惜在那个年代，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语所以西方的这些文学界不太了解他而沈从文在建国之后呢，他就从北京大学调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搞服饰研究，实际上也搞文学创作，只不过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呢，就再也默默无闻了这范曾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沈从文，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到历史博物馆为沈从文工作。沈从文看完之后呢，也很高兴，觉得这个年轻人呢还挺上进的就给这个中央美术学院说，我们想要这个学生。这个当时这叶选育他们听说之后就不同意，就认为这个范曾这个人呢又开始采用这种方式投机取巧说你们历史博物馆可以要这个名额，我们给你一个其他的毕业生，但是不能给范曾。后来这沈从文还专门让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到中央美术学院做工作，就是让范曾到历史博物馆去工作。后来呢，果然范曾在毕业之后就顺利的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进入了服饰组，跟着沈从文一起工作。因为沈从文当时搞中国历史服饰的研究嘛，范曾就在旁边画这些画，因为做服饰嘛，你总要把这服饰画出来嘛。所以范曾在那几年呢，一直跟着沈从文。沈从文对范曾的提携非常非常多，但没想到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这对沈从文伤害最深的一个人呢，就是范曾。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历史博物馆也搞这个贴大字报嘛，那么给沈从文贴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是谁呢？就是范曾，洋洋洒洒12张这12张大字报里头就说这个沈从文说这个人坏透了，脑袋上长脓，同时呢，他平时写黄色小说，然后在家里头呢搞那种不正经的聚会，说这家里头经常有丁玲萧乾黄苗子这些人，还吹这个爵士乐等等就这些当时对沈从文呢这个打击非常大。一个方面，沈从文认为这些都不是真的，因为他说，你看丁玲跟他关系不好，大家都知道，早就几十年不来往了，他丁玲怎么能到我们家呢？对吧？还有写黄色小说，这都是无稽之谈事隔多年之后范曾自己写《范曾自述》的时候，对这一段呢，他实际上也有一些愧疚。他说他当年呢，确实对沈从文写大字报这件事情呢不太对，是吧？但他也讲了，那是在时代的洪流中，是吧？那也是身不由己他说他还讲过一个细节，他说他当年实际上也批过这个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但是廖静文呢，多年之后人见到他就相视一笑，完全释怀了，没当回事言下之意就是沈从文对这件事情总是耿耿于怀。但实际上了解沈从文都知道，沈从文虽然对这个范曾这个人呢非常不满但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上讲过。我们说的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沈从文后来在文集中间披露的。所谓这些文集都是沈从文跟他自己几个特别关系好的朋友写信中间吐露的，在公开场合他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范曾，只有一次例外，就是他跟他的一个弟子叫黄有富在闲聊的时候聊到范曾，他讲过范曾跟他之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有一次范曾在画呢商鞅，他是腰间挂了一把刀，沈从文在旁边就讲，他说这个不能画刀，因为那个年代先秦时代那个肯定不是刀，是剑。他说如果你画成这个刀的话要懂当年这个服饰历史的人呢会觉得这是笑话。当时范曾听到这个话勃然大怒，就跟这个沈从文说他说你说的这些东西都过时了，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呢？我搞这些东西都是上面批准的，你基本上你该上哪儿去凉快你就到哪儿去凉快去吧。
当时沈从文听完之后啊，默然退场。沈从文就跟他的弟子黄允富说啊，他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太大了。他说啊，他一辈子没有在背后讲过别人的坏话。他说这件事情他如果不讲出来啊，他会憋死。其实就我看呢，为什么说这个沈从文特别在意范增呢？为什么廖敬文当时对范增对他的批判就可以一笑了之呢？我觉得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沈从文认为，其实范增是他千辛万苦把他从中央美院要过来的，也算自己啊提携的一个弟子。结果没想到这个弟子呢反目成仇，对自己背后捅这一刀。这一刀应该说跟其他人捅的这一刀对他的伤害是完全不同的。沈从文历史博物馆的人对他的评价，总体来讲他是一个厚道人，所以我个人觉得沈从文对范增的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后来在文革时期呢，范增就画了很多这个批林拼孔的画啊、黄巢啊这些画啊、农民起义军的画啊，画这些新画啊。他不是号称现在是古典主义大师吗？其实当年画了很多这些批林批孔的画啊。就78年的时候啊，范增呢就回到了中央美院去当老师去了啊，当了一个副教授啊。后来84年的时候呢，南开大学组建东方艺术系，就请范增回到了这个南开大学当这个东方艺术系的系主任。86年的时候啊，范增呢又评上了教授，从此啊艺术上啊仕途上都走上了一片坦途啊。我个人能力非常有限，因为我既没有治过平天下的本领，也没有其他所长，我仅有一支秃笔，能够描写些我的心情，描述我对祖国几千年治乱兴亡的历史的关注，对这个文化的热爱。那么后来范增啊，在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呢，就是1990年，这个特别有名，江湖上就范增写了一个叫《辞国声明》。这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89年在北京啊爆发了一个6·4，在6·4的时候，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呢也都参与了啊。当时范增一开始啊是支持民运的，他就找到乌尔凯西啊，因为当时民运这些人需要钱嘛，范增就跟乌尔凯西说：“我给你捐钱，我给你捐5万块钱。”那乌尔凯西就特别开心啊。但是后来这5万块钱捐不捐到账，我们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风云变幻太快了啊。据说范增还想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但是也没静坐成。结果呢，风云突变，这个中共不就开始镇压8964了吗？镇压之后，范增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支持首都啊，这军队平暴啊，向党中央效忠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确实立场变化的也比较快啊。结果没想到在1990年啊11月7号，结果范增呢就突然出现在法国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一年的11月份，范增去到新加坡啊去搞一个画展。搞画展的时候呢，当时的万里也包括李瑞环，一个政协主席，一个人大委员长都给他发了贺电啊。他搞完画展之后呢，他就取到香港准备回国。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啊，出事了。11月5号这一天，因为他带着当时他的情人叫南丽嘛，也一起去的啊。结果呢，据范增自己写的《辞国记》的回忆呢，因为当时实际上跟他一起出国的人呢，也是有北京市公安局的人陪着的。因为当年8964啊，到了海外之后，当时第一站的大本营，这些人都汇聚到了巴黎，就严家琪啊、乌尔凯西这些人啊，他们在巴黎不是成立了民阵吗？搞得声势很大，不仅仅当时搞黄雀计划，从国内接人，还策动一些境内的人到海外去，尤其是一些文化界的名人呢。于是严家琪呢就跟范增接触上了，就动员范增啊能够到法国去。那范增当时就觉得，这个法国这些人声势很大啊，就同意了。所以在1990年的11月5号这一天，范增是从新加坡到了香港，而严家琪呢是从法国呢悄悄地坐飞机到了香港。同时他到香港的时候呢，已经给范增提前办好了签证。这一切呢，陪同范增啊到新加坡，包括到香港的这些国内的人呢，都蒙在鼓里啊。范增那天呢，他自己呢，就到了那个君悦饭店的1212房间。到了那个房间之后，他就把洗澡水啊那个龙头打开，声音很大，然后他就带着南丽从窗户翻了出去。翻了出去之后呢，跟着严家琪就一起去了法国。到了法国之后，11月7号呢，他就在法国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在这个会上呢，宣读了一个辞国声明。这个辞国声明可挺有名的啊，
他讲了大概有这么3点。第一点，他就说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艺术创作，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艺术家的故乡啊。他说有些国家的制度啊，它就是心性比较自由，能够让艺术家的这个活力啊、张力扩大，而有些政治制度啊，就是把人都束缚在一起，然后呢，那你的艺术家也不行嘛。他说对于艺术家来说啊，你就必须翱翔在那个泥浊之上。说的真的是慷慨激昂。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就说他自己的一些朋友刘冰燕呐、方励之啊、严家琪呀，这些人呢，现在都到了海外啊。他说这些人我看不出来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啊，那都是朋友啊。那徐刚啊，人民日报的记者啊，当年跟我跟团结湖的时候一起推杯换盏呢。他说我愿跟这些人一起啊，待到这个国家杜鹃花重开之日，与他们一起携手返回故园。说的也有情有义啊。第3个方面，他就说他跟他自己的这个情人南俪啊，相亲相爱20年，是吧？他既爱江山又爱美人呐。3个方面，这前2个方面咱就不讲了，人家讲的都是政治的方面啊，是艺术的方面啊。这第3个方面啊，其实讲的他跟南俪的故事值得一讲啊。范增啊，一生啊到现在为止一共是结了4次婚啊。第1个妻子啊，持续的婚姻时间比较短，好像叫林佑啊。第2个妻子呢叫边宝华。啊，也是他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啊，人家也是画工笔画的，书法写的也不错啊。那么范增跟边宝华结婚不久啊，5年之后，他在1970年还是1971年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这个南俪。其实南俪呢，真名叫张桂云，是他一个好朋友啊，叫须尊德的妻子啊。就那个时候啊，这个范增当时也百无聊赖，文革期间嘛，啊，那个时候他好像是2环以里一个什么地方，天天让他下去劳动，然后呢。他这个时候每天中午啊，就去他这个朋友叫须尊德他们家里去蹭饭。在蹭饭的过程中，须尊德呢就让自己老婆炒几个菜啊来招待他，2个人就侃大山。结果他老婆给他做菜端到桌子上的时候啊，这范增觉得这个张桂云长得好看，一眼就看上他了。因为当年的张桂云呢37、8岁，就穿着白色连衣裙，据说一下子就把他给魂儿给镇住了啊。他说那一天他已经记不清楚他吃的是什么了，反正总而言之就被张桂云给吸引了。一来二去，2个人就好上了。好上了之后，第2年呢就被这个须尊德给发现了。在那个年代啊，这个通奸这件事情还挺不光彩的，而且单位还有可能被处分。就当年呢，就是这个范增就跑到秦皇岛，跑了之后呢，他朋友出来摆平这件事情啊，还给这个须尊德做了保证，说以后再也不犯了。但是没想到啊，是范增跟这个张桂云这2个人还在一直的好着，一直背着这个须尊德啊。说好了20年嘛，他们俩真正结婚，那是实际上已经到了90年、92年了。他从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才结的婚，所以范增当时带着南俪出逃，南俪是他给张桂云起的一个名字啊。出逃到法国，这是他辞国声明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后来范增啊，在法国啊没几年，待了3年，93年的时候，突然又写了一个叫《归国声明》。这《归国声明》啊，又怎么说的呢？他就跟3年前的辞国声明又不一样了。他说啊，作为一个艺术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啊，就会满是凄惶啊。这从此啊，就像断了根呐。他说，这就自由就有小自由，有大自由。他说，其实过去国内的那个东西束缚他是小自由，是吧？但是呢，他一旦离开了祖国，他就失去了大自由，那就完了。所以必须要回国。这是他写的一个归国声明，当时也是在法国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在1993年的8月份，前后不到3年，判若两人呢。据事后有人讲啊，当年实际上中共出台了一个政策，对89之后出逃海外这批人呢，如果愿意回国定居的，提出申请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范增当年就在93年的时候向国内提出了申请，给丁关根写信。这丁关根写信就说什么呢？说哎呀，他当时到哪儿去看那留学生的地方都写着他自己题的字，他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归国心切啊。然后当时那南开大学他还要答应人家建什么什么什么馆，他这个夙愿他也要完成，是吧？等等，而且他还讲了他跟南俪之间这个婚姻问题啊，由于跟边宝华分居已经过3年了，离婚也不成问题了，所以恳求丁关根允许他回国。
但是为什么范增啊，在1990年的时候高调出国，还发表辞国声明，93年的时候呢，又高调写了一归国声明呢？据这个书画界的一些回忆啊，就范增到了法国之后啊，就过得不顺。怎么不顺呢？首先，当时他去了法国之后啊，他以为其实他以画家的身份在法国可以过得非常好，同时呢，还跟海外的一些中国画的大师啊合作啊。但没想到啊，他在法国搞的那个画展呢，没有人认。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画确实啊，在西方世界啊，确实辨识度不高。因为在东亚，比如中国、日本呐、台湾呐这几个国家，越南呐，这个包括韩国啊，这些人对这个山水画、水墨画，实际上他是比较认的。但是到了西方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画。所以范增在法国啊搞的这个画展呢，那法国人就问他，搞了一个画展叫苏东坡什么赏宴，那就问这老头是谁呀？他就讲这苏东坡。苏东坡是谁呀？是北宋的一个政治家。北宋又是怎么回事啊？是吧？他理解不了。他说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拿这个砚台，砚台又是什么呀？所以西方世界对范增的这些画完全没有辨识度，画都卖不出去，所以经济非常窘迫啊。后来据说出现了一个叫郭庆祥的人，这郭庆祥的人买了他200幅画，100幅字，因为当时范增啊看上了一套公寓，没钱买，这郭庆祥呢就定了他200幅画，这200幅画每幅呢是4000块钱人民币，100幅字呢每幅呢是1000块钱人民币，加起来就是90万人民币啊，买了范增的画。这郭庆祥啊是中国书画市场上的挺有名的人物，后来他运作了很多画家啊，把这个价格都炒上去了。范增的画他买到手里之后，没过几年都以每幅3到5万块钱给卖出去了，挣了不少钱。但是后来两个人反目了，范增又把他告了。为什么呢？因为郭庆祥说范增是汉奸。范增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范增自述》，自述里头他就讲到他的第3任妻子叫南丽吗？他说南丽的父母啊是日本的军官，日本的军官呢，当时在侵华战争的时候呢，战争失败了之后就自杀了。范增就在那书里头写啊，说他说还有些悲壮。然后呢，郭庆祥就说你看这不是汉奸吗？然后呢，范增啊就把他给告了，说这是污蔑他名誉啊，两个人反目成仇。但有人讲，实际上他的妻子张桂云呢就是东北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其实父母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遗孤啊，所以这个具体的详情我们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范增在巴黎过得不顺，这中间呢，他曾经也做过努力啊。据说他跟那个刘海粟提议，刘海粟当时不是在美国住着呢吗？这油画界的大师了啊。他说啊，想搞一个3个大师联展，有刘海粟加上台湾的呢叫欧豪年，再加上范增，这3个人搞个叫跨世纪3位大师的这个世纪联展。范增提议的啊，说如果搞这个展览的话，那绝对轰动中外啊。那么这个提议啊，这欧豪年就同意了，但是传到刘海粟那个地方，刘海粟一口拒绝了。刘海粟就认为范增不够档次，认为范增不够规格，跟他一起搞联展。就这件事情呢，对范增啊很伤面子啊。后来范增呢还是去了台湾，是吧？他去台湾的时候，结果一下飞机场的时候就被一个人打了2个耳光，当时还上了台湾的报纸啊。那为什么打他呢？说台湾的这些这个画廊啊，就到北京去收一些范增的画啊，准备卖嘛。因为范增准备到日本去搞画展，他们认为范增在日本搞完画展之后，这个画就能涨价，就能卖钱。结果范增呢，有些早年的作品，我不是讲了吗？范增早年画过很多作品吗？其实他自己也不愿意面对，但他自己都盖着戳，就是范增做的啊，范增画的啊。但是范增就不愿意承认，他就说台湾的这个画里头啊，只有1幅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结果就导致那画廊的人损失惨重，那怎么办呢？就报复他。所以他下了飞机场，记者正来照相的时候，那个人就冲上去给他打了2个耳光啊。后来范增由于在巴黎啊，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啊，最后呢，他决定呢，他1993年的时候给丁光根写信，就想要回国。于是就在1993年的8月份，范增在法国巴黎发表了这么一个高调的归国声明之后呢，又回到了中国。据说他回国的时候啊，在北京没有停留，就直接去了天津。事隔几年之后啊，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他，讲我叛国，我们的党和政府
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可以断定。因为我当时回到国内，我不愿意大肆喧嚣这件事情，那么我就给这个大陆讲清楚了，我们直接到南开大学，因为我是南开大学教授因此一到了机场，从来没有讲被拘留或者被抓，而是非常客气，2部奔驰车把我送到贵宾厅。贵宾厅当时呢，有2层，一层是美国副总统，一层是我，而我的厅里呢是很多的南开大学教授和校长来欢迎我回去，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个正好趁你这个庄严而严重问题，我告诉全世界。范增在出国之前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出国之后呢，他实际上是政协委员被撤销了啊。他回国的时候，有关部门实际上还是下了一个文件，说他回国的事情不能报道，媒体不能报道。所以范增回国之后多年，基本上还是比较低调的。后来呢，这个人不是书画界里头拍卖的价格比较高吗？他就不停的捐款，给南开大学捐款，又给汶川地震捐款，慢慢的，中央电视台又开始报道他了啊。所以这几年他又重新活过来了啊。但是关于艺术界里的范增呢，争议确实比较多。我看了对他批评最多呢，就说这个人画这种叫做流水线画。所谓流水线画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他那个墙上摆了10幅宣纸啊，每一笔的画都一样，一下子就画出来10幅或者20幅完全一样的画啊。这样的话呢，批量化生产，那不是效益最大吗？这个呢，确实是被同行所诟病。有人就讲了，你看范增当年画了一幅《老子出关图》，书画市场卖得很好，卖了400多万。他一看卖得很高，他又画了一幅一模一样的，又卖了好几百万。所以范增这个人呢，在艺术上确实被很多同行所瞧不起啊。没有，我没有过，没有过批量生产，也没有流水线。那比如说同样的《老子出关》，你可能也会创作。可是创作你可以发现，每张《老子出关》一定有区别，因为我不打稿子，我的变化就在终年累月的画在里面自然会变化。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对中国画不懂。你说范增的艺术造诣高不高啊？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我个人觉得就范增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啊，确实让人读起这些故事的时候挺令人感慨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艺术家也包括很多实际上生活中间的那些了不起的伟人呢，其实他们的那个生活中间的私德跟公德之间，往往之间是不一致的。我们常常会产生误解，以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往往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心性非常超脱洒脱的人，其实真的不一定。有些人的私德跟公德之间相差真的是差得太远了。你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董其昌，大家都知道，明代的大画家、书画家啊。这董其昌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恶霸地主啊，他让他儿子去抢民女，抢完民女之后引起民怨，老百姓把他们家都围起来，要烧他们家宅子。你要是光看董其昌的作品那你觉得这个人确实是书画确实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呢，你要看他生活中间那个狰狞嘴脸，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是个艺术家。你比如说秦桧大家都知道是吧？南宋的那个卖国贼是吧？那他的书法就非常好那还有这个朱熹，理学大师是吧？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他的儿媳妇没过多久就怀孕了。那你想想，那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他们家宅子都围着呢，谁能让他儿媳妇怀孕呢？这件事情都写入了宋史还比如说那汪精卫，对吧？汪精卫虽然后来当了汉奸，但汪精卫的诗写得好慷慨歌艳世，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写得多棒是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我们欣赏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仅仅欣赏作品就行了。至于这些作品背后的这些人就像这个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你看到一个鸡蛋，吃一个鸡蛋，真的没有必要去端详那个老母鸡。但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端详那只老母鸡的话，可能更多的理解的是这些艺术家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然后您送的那个词是这个“诚外无物”，诚外无物。你为什么会送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宇宙的一切存在都是诚恳的。那您理解的这个诚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一切存在都符合自然的根本规律啊。这个如果讲你违背这规律，就不存在。这个诚是指的规律吗？比如说，它和这个人的本心有没有联系？这个诚呢，和心诚啊，意正。心诚，意就正。可是如果讲，走上一个功利判断法，就各种不一样。